秦剑，秦剑，我想给你道个歉。自从你出事以后，我每天都在惦记你，我很自责。我知道我捅了一个马蜂窝，我也知道我打翻了你所拥有的一切，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在大家眼里原有的形象。对不起。 小英，与其一辈子躲着别人，为什么不做回自己，勇敢的面对呢？人做错事儿了，就要去认。我们的人生还很长啊！你放心，有我呢。天塌下来，我帮你顶着，好吗？ 你干嘛跟我说这些呀？方旭，你喜欢的那个人是唐小英吗？是叶勤勤，是宜盛和的那个人，他不是我。我叫唐小英，我属于这儿。我该回来了。 走吧。唐小英案子的刑事判决结果已经下来了。唐小英的父亲唐家坤，因为犯有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唐小英本人因犯有使用虚假身份证罪，被判处拘役6个月，缓刑6个月。 父女2人均当庭表示认罪伏法，服从判决不上诉。另外，教育部已经撤销了唐小英的学历学位，司法局也已经撤销了他的律师执业证。判决事实清楚，公正合理，心服口服。鉴于唐小英案子的刑事审判结果已经下来了。 秋丽县人民法院关于本案的民事部分的开庭日期也已经确定了，下个月3号。叶勤勤死活不接受和解，只能法庭上见了。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 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被告唐小英的父亲唐家坤策划并实施冒用我方当事人叶勤勤的姓名及大学入学资格的行为，其结果构成了对叶勤勤姓名的盗用和假冒，是侵害姓名权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同时，被告唐小英还侵害了叶勤勤的受教育权。 这一权益属于公民一般人格权范畴，它是公民丰富和发展自身人格的自由权利。此外，叶勤勤的姓名和大学入学资格被盗用，为其带来巨大的精神损害和痛苦。被告唐小英、唐家坤除应承担刑事责任外，还应对叶勤勤的精神损害承担和给予相应物质赔偿的民事责任。在赔偿标准方面，我方认为300万元人民币是合理的数字。 被告发表答辩意见。被告不否认原告的部分表述，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冒读事件是由唐家坤在唐小英不知情的情况下，串通相关责任人，为当时尚未成年的唐小英伪造了相关身份证件。所以，关于诉讼请求，我方同意原告第1项停止侵害姓名权和第2项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但就第3项。 精神损害的赔偿标准而言，300万元的赔偿数额与我国国情和本案案情均不相符，要求过高，缺乏法律依据，恕我方不能接受，请审判长和法庭酌情考量。原被告有无调解意愿？报告审判长，我方不接受调解。
报告审判长，我方愿意调解。鉴于原告不同意调解，本庭不再组织法庭调解。如双方庭后达成和解，请通知法庭，庭审到此结束。按您的吩咐，我整理了一份跟徐慕言有关的人员名单。只是什么？人员有点多呀。那就分批执行，注意好节奏。好。不会有期，常联系啊。事实上，他的人生确实被篡改、被损害了，因此每一项诉请对他来说都是迟到的正义和赔偿，包括300万精神损害赔偿。站在当事人的角度，他现在这样的态度，我们都能理解。但是调解结案是对本案的双方最有利的一个结果，这你不反对吧？唐小英现在已经明确地表示，她会尽自己一切的所能来弥补对叶启兴造成的伤害。当然达不到300万这么高，但一定会高于此前类似案例的赔偿标准。我是不反对，但是最终还是得听当事人的。我能再找叶青青谈谈吗？当然，如果他愿意跟你谈的话。青青，选择和解并不意味着达不到你的诉求。现在这样的情况，可能调解结案才是最大限度的能够维护你合法权益的最佳的方式。我不和解，我死也不跟唐小英和解。青青，青青，你听，对不起，对不起。现在这个案子，如果你拒绝和解，有可能你大部分的赔偿诉求都是得不到法院支持的。但是，关于民事赔偿的这一部分，真的只有和解才是能够最大化满足你的赔偿诉求的。我就是不和解，告不赢唐小英，我是不会罢休的。我这辈子跟他死抗！青青，青青，青青。方旭，你怎么在这儿？哎，念姐，我去楼上办点事儿，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刚回来。哎，我还以为你在秋丽县呢。我也以为你会去秋丽县庭审现场旁听呢。叶琴琴的律师梅梅是我介绍的，我怕去了以后大家见面太尴尬。你怎么样？最近在天伦乾坤还顺利吗？最近公司大洗牌呢，谁知道下一个会是谁？你没问题，你有实力，相信自己。哎，你要是我老板，如果有间律所，我一定去找你啊！你别逗了，我在余顺河待的还挺好的。话别说太早了，咱们这一行职业变动性特别大。那就像我似的，我之前在宜盛河，后面去了天伦乾坤。那小英呢，之前在天伦乾坤，后面又去了宜盛河，谁也不能保证会在一家律所干一辈子。小英之前在天伦乾坤待过啊？她没跟你说过吗？她没告诉过我。哎，那可能没来得及吧。哎，姐，我先走了啊。好啊，拜拜。拜拜。哎，你回来正好。哎，彤彤的写作业还有一半，你看着他吧，我先回去。你怎么了？我可能有点感冒，彤彤抵抗力低。那你得吃点药，等一下我给你冲杯药。我没事。你经常出差也得注意啊。我没关系。哎，对了，之前你们律所有一个女孩叫唐小英的吗？哦，不对，她那时候应该是叫叶琴琴。唐什么？
叶琴琴。叶琴琴，不认识。律所每天进进出出这么多人，怎么每个都记不住？他怎么了？哦，没事，没什么。啊，行，那我先回去了。你看着把作业写了。你药还没喝呢。不用了。很抱歉啊，顾律师，咱们还得法庭上见。叶琴琴坚决不同意调解。梅律师，您能不能再跟他聊一聊？我们这边该说的我都说了，可他什么也听不进去。明白。那咱们就只能法庭上见了。顾律师，手下留情啊！客气了，梅律师。这个案子太特殊了，咱们只能各尽其职了。挂了。叶琴琴不同意庭外和解。我听见了，他可能还是咽不下这口气。易小英，你之前是在天伦乾坤干过吗？啊？哦，是。咱们认识这么久了，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辞职跳槽也不是什么开心的事儿，我就没想说。那后来为什么离开呢？干得不开心吗？也不是，就是想多一些工作经历，多干几家律所。法庭就赔偿的问题需要再组织一次谈话，咱们商量一下方案。嗯，好。方旭，快看内网有大瓜！什么大瓜呀？你看呢？来，快看，来，这个。怎么了？怎么了？宋主任，我看见了，应该是有人黑了我们的内网，我让技术部啊把刚刚这照片都给删除了。没关系，慌什么？但是这影响已经出去了呀，我一定得找到到底谁干的。还不够用，肯定是被开的员工泄愤而已，过几天就没事了。哎，我约了晚饭啊。何经理，这时候别手软，还是按照节奏来。啊。哎，刘总，对，荣丰阁见。你怎么来了？跟我来。是，你干什么？方旭，你干什么？我来给你看个东西。自己往后翻，后面还有一张呢。你从哪儿来的？你别管我哪儿来的，这张照片已经在天伦乾坤传开了，所有人都在议论你跟宋嘉诚到底发生了什么。不是，你想干嘛呀？你到底要干嘛？不是我想干嘛，唐小英，我承认，我喜欢你，我也在追求你，但你当时为什么这么做呀？就是因为宋嘉诚是你老板吗？我没有为什么。小伙子，你看见唐小英了吗？啊，看见了，她刚才被一个男的拽到后院去了。啊，你能帮我开一下我的行李箱吗？行，谢谢啊。没事。我承认，我那时候刚刚毕业，我一个人来到大城市，我很年轻，我很无知，我面对他，他是我老板，我崇拜他，我产生过情愫。但是我们后来发生了什么，我没法跟你解释。你不用跟我怎么解释，你想没想过你拿这事儿怎么跟念姐解释啊？她现在帮你打官司，你怎么面对她？不认识念姐，我当时不认识念姐。你跟宋嘉诚在一起的时候，你不知道他是有家室的人吗？你爽了，唐英。
电话给我。念姐，我以为你不会来呢。下面开始庭后谈话。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有变化？事实和理由有无变化？没有。被告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有没有补充意见？有，审判长。补充之前，我想先代表我的当事人唐小英，还有今天因为服刑无法到达庭审现场的唐家坤，对叶晴晴女士表示深深的歉意。我们都清楚，在本案当中，叶晴晴女士所受到的伤害无法弥补。我现在想说的是，唐小英这么多年来，她的生活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也不是像当初她接受这个选择的时候她所想象的那样。她虽然上了大学，她成为了一名律师，但她从来不敢上庭，因为她知道自己这个假的身份。她从来不敢交朋友。作为一个女孩子，她无法正常的恋爱，她无法有正常的社交。实际上，她始终没有办法像一个正常人那样去生活。这些年，她一直为她自己犯过的错接受着惩罚。因此，我认为在整件事情当中，没有受益者。双方都受到了伤害，我想对方律师是不是跟我是同样的观点？梅律师，你还是我的律师吗？当然。那你怎么不帮我反驳呀？说的跟他的伤害是我造成的一样。你别着急。审判长，可否允许我直接问被告2个问题？允许。唐小英，如果时光能够倒流，你是否还会冒用叶晴晴的姓名和身份，去接受属于她的大学教育？我不会。如果可以重来，我绝对不会再选错这条路。对不起，芊芊。我知道我现在说对不起已经没有任何用，因为伤害已经造成了。这么多年我不敢见你，也不敢面对你，因为我本来以为我可以陪着你一起幸福，但我却成了伤害你最深的那个人。小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我希望
以后你结婚的时候，我可以给你做伴娘，亲眼见证这一切。可你结婚的那一天，我电话也不敢打，短信也不敢发，我只能远远地看着照片，因为我是一个贼，我偷走了本应该属于你的这一切。有时候一个选择，一个决定，要等到好多年以后才知道是做错了。所以如果再选，我绝对不会再选择这条路。虽然时光不能倒流，但是唐小英，你愿意尽你所能去赔偿你对叶青青造成的所有伤害吗？我愿意，我会尽我所能，把我全部的财产都用来弥补对青青造成的所有伤害。谢谢审判长，我问完了。审判长，我可以申请再问原告一个问题吗？允许。叶青青，我知道你现在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有一个爱你的丈夫，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儿子，叫小海豹，是吗？是。你最近有关注过小海豹发的动态吗？我没有，这段时间我一直忙着打官司，没有时间管他。他是在网上发什么了吗？我能给你念一下吗？很可爱。今天踢球进了一个球的时候，妈妈正好看见了，我很高兴。吃晚饭的时候，我把鸡腿分给大黄吃了，妈妈居然没有说我，我很高兴。今天妈妈带着我去她的奶茶店，喝了我最爱喝的奶茶，我很高兴。今天妈妈忙着打官司，晚上没检查我的作业，我很高兴。妈妈骑电动车骑得太快了，像过山车一样刺激，我很高兴。今天妈妈和爸爸吵了一架，说自己本来应该是大学生，可是我不明白妈妈为什么会哭呢？当不当大学生，为什么要和爸爸吵架呢？我有点不高兴。我要快快长大，快快当上大学生，这样妈妈就高兴了。能看得出来，你儿子很爱你，也很需要你。我也很爱我的儿子，我所有的幸福和快乐都是他带给我的。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没法跟我的儿子相提并论。芊芊，过去的那一切真的是回不去，也变不了了。但是现在，你的家需要你。如果你把大量的时间跟精力都耗费在这场官司上，我不知道过去你受到的那些伤害，是不是会因此而无限的继续的扩大。唐小英愿意尽她所能，赔偿你所有的损失，来弥补你所有的伤害。我们真心的希望我们可以达成一个合理的赔偿的金额，这样的话你可以尽快的回归家庭，陪在你儿子身边。叶芊芊，法庭再次征求你的意见，你是否愿意进行调解？我愿意。谢谢。
念姐，我想跟你说两句。没有必要。你什么也不用说。念姐，我跟宋主任之间完全是一场误会，我别叫我念姐，不要这样叫我。我来下周以后真的没有任何朋友，你是我唯一的朋友，真的不想伤害你。别跟我提朋友这两个字。你把我当朋友吗？你不配。我是不配。我没想到，我认识你以后，每一天都很崩溃。我怎么会是这样？我真的希望我根本就不认识宋主任。如果你不认识我，你就可以心安理得了吗？就不会后悔，不会自责了吗？不管你认不认识我，宋嘉诚当时都是有妇之夫。我不是这个意思，是我实在没办法。我当时身份信息的事情被他给知道了，我很害怕，我怕他说出去。但是他不但没说，还帮我保密，我的确很感激他。不是，我后来知道他有家室以后，我们也很快就分开了，我也离开了天龙乾坤。说完了吗？出去！出去！哎，你回来正好，我一会儿带彤彤去骑马，周末我们就不回来了。我给他报了几个课外活动。没事，你不用管。来，彤彤今天不会跟你去了。奶奶听你妈妈说不让你去骑马，你这样好吧？现在上楼到若言他们家，啊，把上次他借走的那个莎士比亚的诗集拿过来，给你妈妈念首英文诗。她一高兴，说不定就让你去了啊。好的，快去，快点啊！若言的妈妈，孙嘉诚，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按照离婚协议上说的来。彤彤1个星期只能见你1次。你怎么了，顾年？今天心情不太好。关于我们离婚的事情，今天晚上我就会去跟彤彤说。你妈妈那边你自己去跟她说。为什么？叶晴晴，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个叶晴晴。你让她在那多待一会儿啊。我一会儿去接她，家里有点事儿，不好意思。你决定了？好，我会找时间跟我妈说。等我带彤彤参加完活动回来，你再告诉她我们离婚的事儿。她今天不会跟你去。我已经答应她了，我必须带她去。不可能！我从来不会让我女儿失望。我说不行就不行。你出去。
你出去。那个，我不是在听你们吵架，是我听到你们吵架，才让彤彤去邻居那儿拿本书，怕影响了孩子。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啊？我出什么事儿了？你又欺负姑娘了啊？告诉我出什么事儿了？跟妈说说，怎么了？到底为什么？你做什么事儿了？彤彤什么时候回来？一会儿就回来了。你甭问我这个，我问你呢。你不说是吧？好。顾念，跟妈说实话，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奶奶，我把书带回来了。爸爸。啊，妈妈，爸爸呢？不是说要带我去骑马吗？爸爸临时有急事儿，今天没办法带你去骑马了。晚上妈妈陪着你，咱们就在家吃饭、看电视，行吗？好吧。你说你在外面还有多少女人？妈，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能不能别再提了？过去为什么不能提啊？我就要提过去，没有过去哪有现在？过去的事儿你都忘了是吧？你一个人在外面打拼事业，这家里里里外外都是顾念一个人张罗和忙活，他把这个小家照顾得温馨幸福，这些事儿你都忘了？你怎么能在背地里做出这么让人丢人现眼的事儿？远的不说，你在里面的时候，那要不是顾念里外周旋，你说不定还在里头待着呢。你不想听我说是吧？好，多一个字我也不说。现在你就去做一件事情，找顾念，当面跟人家承认错误，赔礼道歉，请求他的原谅，这总行吧？晚了，来不及了。我最恨你这种失败主义的样子。怎么叫晚了？你没做，你怎么知道？你什么意思？我跟顾念早就离婚了。离婚？什么时候的事儿啊？这么大事儿，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怕您身体受不了。你现在告诉我，我就受得了了是吗？啊？你真想气死我！我现在琢磨过来了，怪不得这段日子这个顾念的行为非常怪异。我问你，你跟他离婚，彤彤是不是判给他了啊？对。嘉琛，你跟顾念的事，妈不管，我也管不了。可有一件事儿，你必须答应妈，你得把彤彤给我要回来。你要是办不到这件事，你就当没我这个妈。
系统，啊，妈妈想跟你讲一件事情。是你跟爸爸之间的事吗？是。你跟爸爸之间发生的事情是2个字。是。果然，那这2个字是将来时，还是现在进行时，还是过去式？啊，对不起。系统，妈妈要跟你说一声对不起。我跟爸爸已经离婚了。那就是过去式了。我能问为什么吗？我跟爸爸之间的问题有一点复杂。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清楚，因为可能这个问题我跟爸爸现在还在慢慢消化。也可能等你将来长大一点吧，长大一点之后，妈妈才能跟你解释清楚。但是离婚的这个事情是我跟爸爸，我们2个人之间的问题，跟你没有关系，不是你的错。我明白，你们大人之间的事情就是很复杂。我也对这些不感兴趣。其实这段时间你们装的不太好，我早就发现了。真的吗？妈妈，但是我要谢谢你，郑重的告诉我这个结果。对了，我判给谁了？你判给我了，判给妈妈了。那我还能去爸爸那里住吗？妈妈，请你原谅我问这个问题，毕竟我也是属于爸爸的。你当然可以。爸爸和妈妈分开这件事情，只是我们2个人在生活上做的一个决定，完全不影响你跟爸爸的相处。你要想他了，你要想去玩，去他那儿住，爸爸或者来看你，都可以。宋嘉诚同学很爱你的，他是一个好爸爸。妈妈，你要说的我都知道了，那我就先回屋写作业了。对了，你离婚比不离婚更开心吗？那就行，你开心就好。
喂，我已经按你的意思跟我妈说了。哦，妈情绪还好吗？你不用费心。但有件事儿，我得跟你商量一下。离婚协议上就是这么签的，这事儿没得商量。